这个是我买的，然后这个是我后来才发现它有这个零件，就是转接器，但是它没有说，后来才发现的。那我等一下会用这一个。这个是喇叭的电源，这个是电动的电源，那这一个是切换手动或电动，现在是在手动的位置。这个是唱片胶，但是它实在是太轻了。这是我买那个转接器的时候顺便一起买的。这个是一个很老的动画的7寸黑胶唱片，现在还有很多这种老的7寸的黑胶唱片，你会看到它的洞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的是点唱机，这个大孔是给点唱机用。这是一个很老的动画，我知道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很老了，而且它非常的冷门，蛮没有名气的。
其实刚刚听应该会发现它有很多抖的声音哦。我猜想它在真正专业的或者是真正的黑胶的唱片机上不会是这种声音，因为其实刚刚我就在摸它那个震动，其实还蛮明显，而且这个声音也很明显，这个在转的声音很明显，所以它其实这个感应是很敏感的。我之前只是插电后有那种震动，它这个都会听到有声音的感觉。所以像这个机器，因为这个只是说起来它就是一个大人的玩具，然后只是它也有一些可用性，就是有一点点的实用性，可是它没有任何的避震的系统。其实真正的唱片机它会有一些这样的设计，但是它没有，所以有一些音质就没有办法发挥，但是应该会很接近古代吧，就是接近最早唱片机的那种状况，有可能因为越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样细致的设计，但是那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还是要买真的唱片机。那可是借着这个，还是因为我以前也不了解黑胶唱片，我也是因为做这个，我才特别去查它的资料，我想搞清楚说它是什么样的原理。那我做的时候会比较心里会比较有一个头绪，这样还是观赏的价值比较多吧。这个被我拆掉了，因为真的太大了。如果刚刚有这个的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操作。